嗨，我是国立台北科技大学电子工程系的陈彦生老师。我要推荐我的电路学开放式课程，这是一门横跨1学年的基础专业课程。我的初衷是觉得现有教科书部分内容过于艰涩，有的与电子学重叠过多，同时我也不想一直被书商绑着盈利，因此我决定自行整合多本教科书的优点，建构全新编排的8个章节，以自编讲义搭配影音录制，组织成逻辑性更连贯的电路学教材，希望帮助学生减少死背，强化理解，用更简单的方式学习电路学。我的电路学 OCW 共有8个章节。第1章基本电路观念，说明求解电路的未知数以及列式的3大法则。第2章进阶电路分析，则使用更少数目的未知数解题，使运算量下降，并介绍基础但重要的戴维宁等效电路。第3章储能元件的电路分析，延伸前2章的纯电阻网路为电阻、电容与电感。第4章旋波稳态分析，拓展前3章的直流电源为交流。第5章双部网路，深化第2章的戴维宁等效电路为双部网路。第6章拉普拉斯转换的电路分析，则介绍最大一统的解法，统整前几章的直流电、交流电，甚至探讨任意数学形式的电源。第7章频率选择电路，回到交流电的体系，分析频率不断改变的交流电路。最后1章傅立叶级数的电路分析，则广化交流电源为周期性信号。章节由浅入深，彼此连贯，引导学生建立电路学的知识架构。这套 OCW 是我在推动全英语授课 EMI 时的重要辅助，让学生在遇到语言理解落差时，有一套中文教材可以对照复习。在 EMI 课程中，我也同步应用翻转教室教学法，让学生先透过 OCW 影片自学，课堂上再进行分组答题与引导讨论。学生的回馈也反映这样的策略是有效的，希望能持续使用。这也让我体会到开放资源搭配创新教学是可以改变学习方式的。目前电路学在 YouTube 的点阅率已经超过68万次，也提供讲义下载。不只对本校学生，我也收到多封来自校外学生的感谢信。某次我去外校演讲，甚至有学生跟我说，老师，我是看你的电路学长大的。这些反馈都让我非常感动，也更坚定我持续开放课程的决心。同时我相信，当教育资源真正开放可进，学生的学习热情就会被点燃。 OCW 让我见证了这一点，也希望能有更多老师一起加入，让知识成为大家都能共享的公共财。